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与敖瑞鹏恋情 ，CP 狂欢，当课堂成为一场集体情感越界。一台普通手持风扇被贴上定情信物标签，一场剧组正常互动被解读为恋爱实锤。白鹿与敖瑞鹏的绯闻闹剧，折射出当代追星文化中艺术与现实界限的彻底崩塌。当六方联合辟谣仍无法平息谣言，当粉丝高喊以造谣莫辜负时，我们不得不追问，这场集体异想狂欢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一台风扇引发的造谣式课堂狂欢事件始于某八卦账号将剧组互动加工成恋爱实锤，声称两人恋情是圈内皆知的秘密。荒诞的是，所谓证据竟是片场一台普通风扇，后被证实是好友苏梦云所赠。面对谣言，敖瑞鹏方仅通过对接账号回复单字假，而白鹿阵营却需启动全链条辟谣。苏梦云即证风扇是我送的，工作室是荒谬且无聊。于正发问为何总要女演员自证清白，欢娱影视声明无中生有，连制片人都下场吐槽离谱。事件始于八卦媒体将白月泛星片场互动加工成敖瑞鹏送风扇传情的恋爱剧本。荒诞的是，所谓证据时为好友苏梦云所赠，却引发连锁反应。敖瑞鹏方仅用单字假否认，白鹿阵营却需启动全链条辟谣苏梦云紧急自证，工作室声明，于正质问，欢娱影视维权，制片人下场澄清。这种悬殊应对差异，暴露出女性艺人被迫多重自证的行业困境。粉丝宁可错磕不可放过的心态，使谣言演变为集体创作游戏。超话里有人分析风扇颜色象征爱的密码，有人将剧组盒饭同款视为情侣餐，甚至普通旅游打卡都被拼接成恋爱时间线。这种基于碎片信息的脑补，本质是艺术与现实认知的错位。情感代偿 CP 粉为何执着于脑补爱情？高颜值演员的搭档天然具备情感投射条件。白月泛星中白鹿与敖瑞鹏的角色互动，被粉丝直接评一致真人。心理学中的移情效应在此显现，观众将对理想关系的渴望转化为对演员私生活的窥探。CP 超话的显微镜磕糖现象更值得警惕。粉丝通过慢放视频帧、解析肢体语言、破译社交平台暗号等方式制造糖点，这种集体解码行为带来的参与感，往往超越了对事实本身的尊重。当一位粉丝发现敖瑞鹏片场多看了白鹿3秒，立刻衍生出20种爱情剧本。影视营销的推波助澜不可忽视。从宁安如梦到白月泛星，片方释放的片场花絮、双人海报等物料，客观上强化了戏内情侣等于戏外暧昧的暗示。这种商业逻辑的反噬，最终让演员成为被谣言围猎的对象。营销号则构建起完整的模糊话术产业链。典型套路包括使用圈内皆知等伪权威表述，配合据说疑似等免责词汇。某娱乐博主承认，半真半假的细节最能引爆流量，比如强调夏天送风扇显贴心，其实哪个剧组没有防暑用品？这种内容工厂式产出，使得辟谣永远追不上造谣的速度。越界的代价，从苏梦云正误看课堂的黑暗面。当苏梦云不得不公开喊话别让我送的东西成为朋友负担时， CP 狂欢的侵略性已显露无遗。女性艺人往往承受更严苛的道德审判，白鹿需要六方背书自证清白，而男方仅需轻描淡写否认。这种性别差异暴露出追星文化中的结构性偏见。谣言传播的蝴蝶效应更具破坏性。电扇变情书的演变路径极具代表性。八卦媒体原始爆料，粉丝二创补充细节，营销号加工传播，最终形成圈内皆知的虚假共识。每个环节的信息失真，
都在加剧对艺人名誉的伤害。这种性别化应对差异并非偶然，在过往张凌赫等绯闻中，白鹿同样面临更严苛的舆论审判。业内制作人坦言，男艺人用假字就能过关，女艺人却要像犯罪嫌疑人一样提交完整证据链。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出娱乐圈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女性私生活始终被默认为公共谈资。最可悲的是，作品价值被消解。白月泛星的服化道设计、演员表演等专业创作，在 CP 话题中被压缩成定情信物发掘现场。当观众只关心他们是否真的在恋爱，艺术创作已沦为绯闻的附庸。维权声明背后的博弈困局，欢娱影视准备维权的强硬态度，释放行业新信号。对比过往冷处理策略，此次六方联动折射出两大转变：艺人团队开始用法律手段遏制为流量造 CP 乱象，制片方意识到真人 CP 营销的反噬风险。白月泛星制片人下场辟谣的被动局面就是警示，但根除谣言需直面粉丝的共谋困境。尽管工作室呼吁不传播不讨论，仍有大量粉丝以为爱发电名义进行控评。二创某数据监测显示，辟谣声明发布后，相关话题阅读量反增23%，证明情感投射已超越事实判断。这种越澄清越狂欢的怪圈，本质是流量经济与情感消费的合谋。重建边界，健康追星的3个认知校准。首先确立分离原则。白月泛星制片人声明：艺术合作现实关系值得借鉴，演员是角色的载体而非本体。当粉丝能清晰区分白鹿女主角，多数谣言将失去滋生土壤。其次，提倡克制美学。正如苏梦云呼吁理性看待赠礼，追星需要保持适当距离。对演员私生活的过度解读，本质上是对他人人格尊严的消解。最后，强化责任意识。每一条未经核实的 CP 话题，都可能成为压垮艺人的谣言雪球。粉丝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转发按钮连着真实的人生重量，在幻想与尊重之间一条银河，或许才是对演员真正的支持。当于正质问为何总要女演员自证清白时，答案早已写在那些被过度解读的风扇、盒饭和眼神里。艺术归艺术，生活归生活，这才是娱乐产业应有的文明底线。老朱普法小课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具体内容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1第2款规定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及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1款规定了寻衅滋事罪，包括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以及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了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